他偷偷把春药倒进女同学的酒杯，紧接着3个人同时起哄，一直在诱导女孩喝下。面对热烈的氛围，女孩不知该如何拒绝，可刚喝完不久，就感到头晕目眩，意识到不对的她想要回家，可3个畜生却拦住了她。看着他们邪恶的嘴脸，女孩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她想撞开男生逃跑，可瘦弱的她却根本做不到。3人开始疯狂调戏女孩，一点点将她逼进卧室，不由分说的推到床上。这场恶行一直持续到傍晚，女孩凌乱的走出房间，男生还假装严肃的道歉，甚至往女孩包里塞了300块钱，当做这次的补偿。女孩失魂落魄的走下楼梯，当着3个畜生的面扔掉那些臭钱后，才踉踉跄跄的离开。回到家的她终于忍不住瘫坐在地，听到声音的爷爷看到后，连忙询问发生了什么，可女孩却一直掩面痛哭，显然不想再回忆那悲惨的遭遇。不过看着孙女乱糟糟的头发，还有腿上的淤青血迹，老人瞬间就明白了一切。老人十分愤怒，质问女孩为什么要去禽兽家里。其实刚开始女孩并不打算去，但耐不住他们跪地恳求，才同意只待5分钟。可没想到这一次心软，却成了她一生的噩梦。老人强压怒火，安抚孙女的情绪，说一切都会过去的。可扭头就拎着斧子，怒气冲冲的要去剁了那些混蛋。邻居警察见状赶紧拉住他，在问清楚来龙去脉后，他劝老人要冷静，并保证自己一定会帮他严惩凶手。说完就拿走老人的斧子，让他先回家等待结果。而警察阿伟则带着同事快速的进行抓捕，霸气队长拿着 AK 硬生生砸开大门，3个畜生瞬间被吓尿，纷纷趴在了地上。经过一番搜查，找到了带血的床单。面对铁证如山，胆小的禽兽率先承认了罪行，可另一边的流氓却嬉皮笑脸，谎称自己只是在开派对。队长闻言直接把脚放在了他的作案工具上，稍微一用力，就已经疼得他不得不说出真相。而最后的一名畜生，在得知2个同伙都已经承认罪行后，他也不敢再对警察有任何隐瞒。可就在队长要将人送进监狱，至少判他们每人10年的时候，案发现场竟然来了个大人物，他是警察局局长，更是禽兽的亲爹。为了帮儿子洗脱罪责，他以警员暴力逼供为由，要求案件重新审判。队长一听就不愿意了，可惜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哪怕队长再倔强，也命令不了局长做事，唯一能做的就是指责对方的家教。女孩已经在浴室待了整整1夜，精神状态十分不好，而老人也满面愁容。孙女这副模样，他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为了能让孙女好受一点，他找来心理医生对她进行开导，而自己却躲在客厅抱头哭泣。检察院发来通告，传唤女孩前去问话。虽然她不想出门见人，但为了不让爷爷担心，只能硬着头皮来到检察院。可没想到检察官竟也是个无赖，上来就偏袒3个犯事的畜生，并代表他们提出和解。女孩不愿意，他就让女孩回忆当天的细节，往女孩的伤口上疯狂撒盐，甚至还恶意揣测女孩的动机，说她是为了钱财而去，只不过后来出现分歧，这才选择报警处理。听到这厚颜无耻的话语，不善争辩的女孩痛哭流涕。回到家后，她的状态更差了，把自己关进房间，甚至想到了轻生。而反观那3个畜生，竟跟个没事人一样，在女孩家楼下狂欢，当着老人的面作乐，气得老人带上全部勋章，亲自来到检察院，想让检察长看在他曾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份上，能够客观对待他孙女的案件。然而检察长看完卷宗，表示他也无能为力，因为证据已经被女孩洗掉，况且此案有暴力逼供的嫌疑，所以按照法律罪名是不成立的。听到这些的老人已经明白，检察长是收了对方的好处，于是在留下一句垃圾后，便气愤地摔门而去。既然正义无法得到伸张，那么只有用自己的方式为孙女报仇。他领着银行职员来到乡下，用自己的老房子作为抵押，贷款了5000美金。回到家后，孙女上来就惊恐地抱住了他，原来是局长找过女孩，还留下了一大笔现金，希望能以此得到和解。老人听后大发雷霆，拿着信封就找上局长的家，看到人后二话不说，直接把钱摔在了他脸上。吃饭时，女孩又说姑姑今天来过，她要出差去外地几天，让老人帮她照顾一下家里的鸟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还在想着该如何报仇的老人瞬间就有了头绪，饭也来不及吃，拿着钥匙就来到女儿家。果然和他想的一样，这个位置刚好能看到那3个畜生。第二天一大早，老人拿着工具告诉孙女去乡下种田，实则是来黑市寻找合适的武器。最终在中介的引荐下，老人花3000美金买了把狙击枪，另外还有10发子弹。等到3个畜生再次聚会的这天，老人提前趁着夜色把枪藏在了女儿家。天亮后，他来到公园围观老伙计们下棋，制造不在场证明的同时，还一边观察目标的动向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他假借放水的功夫，一路小跑到楼上，然后拿起狙击枪瞄准了对面的3个混蛋。